比特币还会继续上涨吗？比特币会突破前高吗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比特币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是走着震荡下跌的走势。那我认为，就在今天，这个趋势已经被逆转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过去一段时间呢，我们的高点是在逐步的降低的。无论我们怎么反弹、怎么上涨，我们的高点都在降低，而我们的低点呢，我们都不断的创造出新低点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段空头的趋势就已经被打出来了，就已经走出来了。虽然说我们下跌的幅度有限，不过这就是一个空头的结构。那我们就在刚刚确认把这个空头的结构给打散了。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前面一个高点大约是落在67272左右。那我们刚刚创出来的这个高点呢，把前面的高点呢给打破了，也就是我们原本的空头趋势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所以我认为6万左右的支撑它至少在短期之内呢是非常非常难以被跌破的，它真的就形成了铁底。如果说你要来跌破6万的话，连空头趋势都没有，那怎么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其实也是符合我们之前所做的一些判断。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有说遍地黄金啦，6万是底啦，6万铁底啦，然后绝佳的抄底点位啦等等其实我们之前就有不断提醒到。那我当然自己有在6万左右呢，也有加仓了很少部分的现货，毕竟现在手上也不可能很多现，也不可能额外筹措到很多现金不过，把原本的空头趋势给逆转，让它消失，跟形成新的多头呢，其实是完全两个概念因为我们还是有可能再继续走震荡的。那我认为这个几率是比接下来直接走多头要来的更高，因为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一段从5万6以来的这段上涨呢，它其实是走走停停的，而且很不连续。其实我们在做多头走势的趋势当中呢，如果说走势不连续，那么持仓也会非常的痛苦。那如果说周期太短比如说你可能从这个6万2、6万3然后一直到这个6万5、6万6，那熟悉我们频道的各位应该都知道，我们是不做这种交易的。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30的现金，就是可以直接提币的。你只要$5003天就可以拿到$27.36的现金，一样是现金，而且可以直接提币。我认为这两个活动拿现金的活动可以提币的，真的非常划算。那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现货 ETF，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过，如果说比特币现货 ETF 它没有正流入的话，没有一定量的正流入，那么比特币就是不会上涨的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近的几天，比特币现货 ETF 它又恢复了流入了。我相信这是为什么我们比特币能上涨最主要的原因。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又恢复流入了，虽然说流入的量没有像之前那么多，但这些流入的量呢，也足以让比特币有一定程度的拉升。虽然说不能像前面的爆拉一样，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拉升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观察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呢，能不能持续，或者说流入量有没有增长，这将成为我们这一段上涨能不能形成真正趋势的关键。那当然比特币现货 ETF 流入，这当然跟美股是脱离不了关系的。我认为就在我们2、3天前不好意思正确来说应该是3、4天前。3、4天前呢，美股确认回调结束，会继续往上走，会继续原本的趋势。那其实这跟比特币它开始上涨的时间点呢是差不多的，就是由于美股它宣告回调结束，因为它突破了前高，然后比特币现货 ETF 有流入，那比特币它当然就可以有一段拉升了。那其实我们可以复盘一下美股，美股绝对是在这个地球上面它非常稳健，而且呢，它的报酬算是很不错的标的了。当然，我们讲的是大盘不是讲个股，我们讲的是指数。其实有一个表格整理如果我们纵观美国这120多年以来的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讲的是综合指数
你可以预期呢，每年复合的成长有8个百分点，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。因为8个百分点的成长呢，是一定可以干过通膨的，甚至都可以让你产生一些收益。等于说，你只要有一定数额的本金呢，你投资在美股，哇，那就会非常非常的划算。你可以发现，如果纵观美股，要不是有一些危机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的一战、二战啊，然后美国在1920年代的大萧条啦，然后当时石油危机啦、古巴导弹危机啦、黑色星期一啦、海湾战争啊等等的一众危机出现的话，其实美股它最终它都是在很稳健的上涨的。所以其实比特币被并入美股的体系，这绝对是好事，这绝对是好事，因为美股呢，在过去这100多年来啊，它都是很稳健的成长，除非遇到一些危机啊，但即使遇到危机呢，用不了多久它很快就会修复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的现货 ETF 的到期日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其实这个时间点我们已经讲过很久了，在2-3个月前、3-4个月前就在讲。那为什么现在又拿出来冷饭热炒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时间很接近了。我们之前一直有谈到5月23号是以太坊现货 ETF 的最终日期。那当然呢，市场上主流的认知是认为不会在5月23号就通过了。不过，我认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在8月初的时候，因为8月初呢，我们都知道。贝莱德的 iShares Ethereum Trust 会在8月7号，大约在8月7号才会审核。那到时候，我相信是有比较大的几率会通过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其实过往有非常多的机构，那太多了，这个我们之前有整理过，真的太多了，有申请过比特币的现货 ETF， 结果都没有通过。那这一次贝莱德一申请就通过了，或者我们这个换句话说，市场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呢，是贝莱德他申请的，市场上才普遍认为这次真的会过的。那这次贝莱德他不止申请了比特币，他也有申请以太坊，那是不是代表以太坊它很有可能会过？只不过它有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早。但我相信你可以综合一些主流媒体的判断，都认为这次以太坊会在这轮牛市通过，以太坊的现货 ETF。即使在5月23号不过，也会在这个牛市通过。那我认为在8月7号其实绝对是有机会的啦，因为到时候就轮到贝莱德了。那贝莱德其实在过往的600多档 ETF 的审核过程当中呢，只有1档是不通过的，也就是他们的成功率非常高，或者说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呢，有9兆美金的资产在做管理，如果他们没有相当的信心会通过的话，那他们就不会去申请。那既然他们有申请了以太坊，那我相信在8月7号是绝对有机会的。但是5月13号就不好说了。那如果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了，也会成为以太坊上涨行情加速的起涨点。所以我很期待到时候好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